Welcome to Alan's Math Classroom. 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他说呢，假设数列 an 在前 n 项的和一样叫做 Sn， 而且呢，它满足这样的一个关系式Sn 等于 n 减掉5乘 an 减掉85。那问说，在 n 等于多少的时候，这个 Sn 会有最小值呢？好，同学，那一样我们处理类似的这个递回关系式的时候，因为它的关系式呢，同时包含了这个前 n 项的和，还有第 n 项嘛，那我们一定要使用到这个重要的性质，那就是呢 an。第 n 项呢，就是前 n 项扣掉前 n 减1项，这是第一个条件。那第二个条件呢，那一样就是第一项就是前一项的和我们十之八九会用到这个条件这两个条件，所以呢，我们就先来使用一下。好，同学，第一个，那我们就是先把 Sn 写出来。就是 n 减掉5乘 an 减掉85，然后呢也把 Sn 减1把它写出来这个是 n 减1减掉5乘上 an 减1，再减掉85，然后呢把它两式相减。相减之后，等号左边就是第 n 项 an， 那等号右边的话呢，就是1减掉5an 再加上5an 减1，那常数的部分呢，大家就可以放心把它直接消掉了。那同学你会发现呢，这样子的一个递回关系式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递回关系式。我们稍微移项整理一下，是 6an 是等于5an 减1再加上1。好，它是一阶线性虽然说个常数，但是呢，我们可以用一个一阶线性的递回关系式的方式呢，来把它处理掉好，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假设我们直接就强迫呢 an 等于 an 减1等于 x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处理类似这个很像是类似河内塔递回式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先把这两项呢统统视为 x 呢，然后呢想办法把它配成一项，把它形成一个等比数列所以呢这边我们先看一下，变成 6x等于 5x 加1，所以呢，显然 x 呢是等于1，这也代表说呢，我们可以借由把第 n 项减掉1，跟第 n 减1项减掉1之后呢，它们会形成一个等比数列这时候呢，我的公比呢就会是5/6就相当于是你把这个6呢除过去的意思是一样。同学，那这时候呢，但你会发现呢，我们这一块 an 减1是一个等比数列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就用等比数列的第 n 项的末项公式an 减1就是等于5/6的 n 减1次方再乘上 a1再减1。好，所以呢，这时候呢，如果你要把 an 这一般项求出来的话，那 a1 呢当然是至关重要的那首项，那我们可以先从一开始的第一步呢，就先把首项把它求出来，因为我们知道呢，首项就是 s1。那通常呢，我们当然直接带入这个关系式啦它就变成是这个1减掉5a1减掉85，那一项得到呢 6a1 是等于负的84，所以 a1 呢就是负14OK， 好，那我们把它带回去这个 a1 等于负14呢，把它带回这个条件，所以呢，你当然就可以得到呢，我的一般项呢就是这个1再去减掉15再乘上5/6的 n 减1次方。好，那当然这样子还是不够的啦，因为我们还是要知道 Sn 是什么东西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 sigma an 这边写 ak 好了k 等于1到 n 前 n 项的和呢，把它写出来，因为呢，这个呢就是所谓的 Sn。好，稍微整理一下这个呢就是1去减掉15，6/5，然后呢 k 减1次方。好，同学，但这就是一个等比级数了前面呢这个1呢就是直接变成 n 了，然后这个负15的话呢可以把它提出来，然后后面呢相当于是一个首项是1，然后公比是5/6的等比级数嘛，总共有 n 项，那我们就把它看成是什么？把它看成是1减掉5/6，那首项是1，然后呢再乘上1减掉5/6的 n 次方 OK， 好，那再稍微的整理一下OK， 好，这边算出来是1/6嘛，对，所以呢这边乘负90再加上呢90去乘上5/6的 n 次方 OK， 好，同学，那这边呢就会形成我的 Sn 长得像是这样。
好，同学 ，Sn 求出来之后呢，接下来题目问的这个问题呢非常关键，是问说 n 在等于多少的时候 Sn 会有最小值哦。同学，那类似的问题呢，最重要是要探讨 Sn， 它到底什么时候是递增，什么时候是递减哦，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找出它的最大值或最小值。好，所以呢，这边我们先把上面擦掉哦，让我来看一下第3步。好，第3步呢，就是看 Sn 到底什么时候是递增，什么时候是递减。那要看 Sn 的递增性跟递减性的话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让这个数列的后项去减掉前项，看它什么时候是大于0哦，什么时候是小于0。那如果是大于0的区间的话呢，就代表说，我们现在这个数列正在递增哦，大于0。哦 ，n 是等于多少的时候，它会大于0。那代表说呢，我们在这个区间呢，就是在递增。那反之呢，如果是小于0的话 ，n 等于多少的时候是小于0，代表说我这个区间呢，这个数列Sn 这个数列这个区间就是在递减我们先厘清这件事情。那你会发现呢，我这个 Sn 减到 Sn 减1呢，就恰恰好又是 An。那 An 是谁呢 ？An 呢就是这个1减掉15乘上5/6的 n 减1次方嘛，就是我们刚刚求出来的这个。那同学这边如果你单纯把 An 看成一个函数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指数函数如果呢你不考虑自变数是自然数，把它看成是一个函数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指数函数。好，那它很像是这样很像是这样。好，它会是递增它会是严格递增。好，但是呢，我们在 n 等于 t 的时候呢，是负的，那有可能在下一项 n 等于 t 加1的时候就变成正的，所以我重点就想办法把这个 t 加1还有这个 t 呢把它找出来。所以我就先看一下它到底什么时候会是正的。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在哪些区间是递增，哪些区间是递减好，那同学呢，这边你要算从这个不等式算这个 n 的话，你当然可以用这个对数来帮助我们15乘上6/5的 n 减1次方，然后呢去小于1，对不对？然后左右取 log 这个15可以除过去15除过去，这边是1/15。这边是1/15，然后呢左右取 log 左右取 log。好，那同学这边各位可以算一下算完之后你会发现呢 n 呢它要大于15点多，也就是说呢，在 n 等于16的时候呢，这个 an 才是正的。那换句话说呢，这代表说什么呢？代表说我这个 n 呢，它是如果是介于1到15之间的时候，这时候呢 Sn 减掉 Sn 减1，好，这个是大于0的。好，那代表说呢，我们这个是小于0的，抱歉这个是小于0的，代表说呢，我们在1到15的时候呢，这一段它是正在递减。但是呢，在我们 n 大于等于16的时候，这时候呢 Sn 去减掉 Sn 减1，就会大于0，代表说呢，我们这个是在递增。所以代表说呢，我们 an 这个Sn 这个数列它是先递减再递增先递减再递增。好，所以呢，我今天要求 Sn 的最小值的时候，那它就是发生在 n 等于15的时候，因为 n 等于16的时候呢，它就开始递增了它就不会是最小值了。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在 n 等于15的时候 ，Sn 呢它是有最小值。好，所以呢，最后呢，我们就是把 n 等于15呢，把它代入刚刚我们求出来这 Sn 的值就可以了好，此时，好，这时候呢 S15呢就是等于这是-75再加上90再乘上6/5的15次方。好，那写成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了。If you like my video, don't forget to like, subscribe, and share!